5年前的一个夏天深夜，工作完成后躺下，大脑仍有些兴奋，睡不着，习惯性的抓起了手机，于是便看到了人间的 Livings 的那篇文章，请转告局长，3大队任务完成了。当时就觉得这个故事既震撼又令人唏嘘，太适合做电影了。没想到5年过去，3大队竟然真的来了。电影真实的还原了陈斌的一生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好的人物塑造，将文字记录外的陈斌丰富进来，让人们得以更加真切地感知他的心路历程。其中有2场戏让人印象深刻，代表着陈斌的3个转折点。也是天桥上陈斌吃着受害人家属给的茶鸡蛋，眼前高楼平地起，而他与世界格格不入。亦是陈斌追寻多年无果，走在小公园里，看周围芸芸众生，活得自在，而他孑然一身，心有痛楚，无处可诉，仍是与世界格格不入。2场戏遥相呼应，已足够将陈斌的坚持与背负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人为他的直动容。陈斌的一生很简单，却也很传奇，传奇到你随便找个朋友跟他讲，都会让人震撼不已。14岁的小姑娘独自待在家中，遭遇顺着防盗网和空调外机爬进来的2名小偷，被残忍奸杀。这是一起兄弟合伙作案，刑警支队3大队队长陈斌抓到哥哥王大勇后审讯，王大勇看见了他手机上贴着的女儿照片，露出了变态的笑容。正是这个笑容激怒了陈斌和3大队的兄弟们，成为他们命运的转折点。3大队之犯罪嫌疑人意外死亡，自此脱下警服，沦为阶下囚。在遇见王大勇兄弟前，陈斌是经验丰富、办案神勇的警察。在这之后，他妻离子散，孑然一身，人生大起大落。但贯穿他生命的主题始终没变，就像在监狱里时钟哥说的那样，陈斌面子上是囚犯，但里子仍是警察。那身警服他脱不掉，逍遥法外的王二勇是他心里的一个执念。该怎么形容陈斌这样的人？往屋山北的愚公便是他。他跟着王二勇的足迹，跑了几个城市，修过空调，做过搬运工、送水工，活得穷困落魄，愁得白发如雪。身边人都在劝他放下吧，过好自己的日子，但他偏不。女孩惨死的画面刻在他脑子里，女孩家人颤抖着握着他的手感恩的画面刻在他脑子里，3大队兄弟们登上囚车时的湖面也刻在他脑子里。这是他欠下的债，不将王二勇绳之以法，他过不了自己良心这一关，更对不起心中的那身警服。昔日的兄弟陪他追了一段路，又为了生活各自散去，他没有。昔日贫瘠的同事如今当了局长，承诺会将此案追查到底，让他想想自己，他没有。千山万水，江汉湖海，他扛着一条命，凭着蛛丝马迹就那么不懈地追下去，要挖穿那座大山，揪出藏着的王二勇，真的像极了愚公。陈斌的于是词，执着践行着警察的本分和生而为人的良知，执着要还朗朗乾坤一个正义。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存在，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虽然有泥泞、有陷阱、有不堪、有黑暗，但依然相信有光存在。陈斌的词恰是照亮这世界的光。原作并未太多提及3大队的其他成员，但电影在改编时却将他们加入进来，并进行了深入的刻画。除了让故事更丰富外，也有一些隐喻，这样也使得电影之中的陈斌不再孤单。3大队中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是陈斌，这世上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也会有陈斌存在。正是因为他们，世界的破破烂烂才能被缝补。除了陈斌，在电影里另一个让我触动的人是阿哲。本以为他只是为了展现陈斌即便沦为囚犯，也心有正义的工具人，但我错了。他说要帮陈斌抓王二勇，便真的将这件事放进了心里，说到做到。阿哲的出现恰好印证了陈斌存在的意义。陈斌的只是照亮这世界的光，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，从一片土地传向另一片土地，才能有如今的朗朗乾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影片在改编时增加了陈斌和女儿的感情线。当警察时，陈斌与女儿的关系很亲密，女儿甚至会在电台为忙碌出任务的父亲点歌。虽聚少离多，但她很为自己的父亲骄傲。陈斌出事后刑满归家，前妻疏离，女儿冷漠，对家人的亏欠自此成为他心中的痛。父女线的加入让陈斌这个人更加丰富立体了。但影片采用了大量留白手法，倘若能再多增加一些线索，或许能给观众带来更多想象空间。纵观全片，大部分事物都在变，王二勇的身份在变，3大队成员的生活在变，世界在变，唯有陈斌像是掉进了时间的缝隙里，自始至终都未曾改变，执着地走自己要走的路，走穿这条命，光脚平风沙。